给我还击！快！突击队长，立刻组织突击队攻入头内，拔掉火力点。是。巡捕长官，情况不对，很显然对方是有备而来。为安全起见，命压力车队返回吧。你率领部队继续阻击，我和李桑保护车队返回。是。命令3辆车掉头。全体掉头。撤退！这哪能兴起啊！你疯了？真以为干得过海军陆战队了？等小日本缓过神来，给人家塞牙缝都不够的。快，把枪收起来！你们这群胆小鬼都没有听见吗？青木长官，是非之地不可久留，还是保护黄金要紧。中国人都是胆小鬼！立刻上车，离开这里！我率手下追赶歹徒，机枪留在这里。好，快，立刻上车，保护铁甲车返回加海关。李主任，咱们追吧。追个屁！日本人是你亲爹啊，为他们送命值得吗？你没看出来吗？
这伙歹徒并不想全力进攻，采取打了就跑的战术，我们就守在这里，看看他们能怎么样。赶快离开这里！给我追！追！长官，打电话请求援助吧。事儿了？不说丧气话，你会死啊！我这不脱口而出吗？你就不能脱口而出点好话？大家都急着呢，你就少说两句吧。嘿，又有你，你成精了是不是？人家舞女说我乐意听。哎，真够肉麻的。人家被吹捧的肉还没麻呢，你麻什么？行了，别贫了，烦着呢。哎，你们看，来了！啊伯爵，怎么样？我检查过了，整整1吨黄金，1块不少。太好了！哎呀，你逮着机会你就占人家便宜。好了，大家立刻动手，把黄金卸到卡车上。好啊。黄金被劫走了。猎鹰暗杀队，一定是猎鹰暗杀队。命令部队封锁附近的公路和各种交通设施，严格盘查过往车辆。是，全部封锁。走。戒严仔细搜查，挨家挨户的搜查，一定要把猎鹰暗杀队给我找出来。
是，走。无能！堂堂帝国海军重装押运的黄金，竟然被几名歹徒抢走了，这简直是天大的笑话！你们的无能让大日本帝国蒙羞，你们要为此付出代价！特使阁下，陆军情报部的特务遇到袭击，临阵脱逃，弃铁甲车于不顾，这才致使黄金被劫。青木军，整个押运计划以海军陆战队为主，由阁下统一指挥。现在出了事，将责任都推到陆军情报部身上，有些说不过去吧？有什么说不过去的？我早就对特使阁下讲过，不需要陆军参与。陆军的愚蠢和胆怯，在行动中暴露无遗。青木军，你说话要负责任。我当然可以负责任。在军营路遇到歹徒袭击的时候，我命令76号特务追击，可是特务们贪生怕死，躲在车后，没有一个人出来行动的。李桑，我说的这些都是事实吧？是。哦，特使阁下，劫持金车的歹徒准备非常充分，他们使用了威力强大的 TNT 炸药、950式重机枪以及最先进的美式盖德冲锋枪，火力是极其猛烈。这样的火力配置，就是皇军的部队也是没有的。青木军，是这样吗？是的。最重要的一点是，歹徒对我们的押运计划了如指掌，甚至连车队的行走队形都十分清楚。他们的策略非常明确，就是利用层层突袭，达到调虎离山的目的，最终在铁甲车毫无防卫的情况下，将黄金劫走。歹徒在预伏地点爆破位置之精准，攻击之有效，令人叹为观止。因此，卑职认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谁贪生怕死、临阵畏缩，而是如此绝密的押运计划是怎么泄露出去的。有道理。一定是陆军情报处或者是李桑手下的特务泄露了押运计划。青木军，下如此结论，有何凭据？我只是在推测。特使阁下，青木军将所有的责任都推到陆军情报部身上，这是我不能接受的。希望特使阁下主持公道。青木军，请你慎重，对自己的话要负责任。对不起，长官。特使阁下，刚刚我们检查了被劫的铁甲车，在车内发现了这些东西。这是什么？这只闹钟是定时器，安装在炸弹上，设定时间后定时爆炸。这种炸弹被称为定时炸弹。你的意思是，我们的铁甲车内被人安装了定时炸弹？特使阁下，我并没有这样说，而是事实如此。铁甲车一直停放在海军陆战队的装甲库里，有重兵把守。那么，炸弹是怎么被装到上面去的？你的意思是，海军陆战队当中有人在铁甲车里安放了炸弹？青木长官，我并没有这样说，只是在
陈述事实。事实就是海军陆战队在铁甲车里安放了炸弹。今天战斗中，海军陆战队员损失惨重，20几名帝国军人失去了他们宝贵的生命。你的话，就是对阵亡英烈的羞辱，就是对整个海军的污蔑。你要为你刚才说过的话付出代价。特使阁下，秦木君，不要冲动。丽萨，你要为刚才的话道歉。对不起，青木长官，我没有诋毁皇军英灵和帝国海军的意思，请你原谅。好了，青木长官，你们两个谁也不要再责怪谁了。海军和中国特工同样无能，才会出现这样的事情。你说的很对，海军是无能，还是你们陆军厉害？连自己的机关长小林元都被人打死在舞厅里，真是可笑又可悲。秦木长官，这话是什么意思？也许哪一天你也和他一样。刚才秦木长官说的很对，人要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你说的一点儿也没错，你一个小小的少佐，竟敢跟一位将官如此讲话。你是仗了谁的势？还不赶快向我道歉！哼，还不快道歉！对不起，长官，请你原谅。你这个混蛋！你现在就告诉我，你的长官他是怎么教你的？蠢货！是。原田军士军，秦木君，我们大家都要以帝国利益为重。今天事情已经发生了，如果再互相责怪已经没有用处，应该立刻勘察现场，一起尽早破案。是。我特意请来了上海市长张啸天、警察局长黄玉山协助破案。进来。哦，特使阁下，市长阁下，黄局长，你们来的正好。英芝小姐也来了。我是陪市长阁下来的。哦，是这样。特使阁下，听说友邦黄金被劫，鄙人亲自督阵，率黄局长立刻展开了调查。装载黄金的铁甲车最后是在华德路清雅咖啡馆门前遭到伏击的。据目击者说，铁甲车遇袭时，看到一名男子从路旁的咖啡馆冲了出来，打死铁甲车的司机和警卫，开走了铁甲车。歹徒是从清雅咖啡馆里冲出来的。是的，目击者是这么说的。很好，这个情况非常重要。市长阁下，我对你的办事效率很满意。谢谢特使阁下。诸位，我决定由我市长阁下、原田君、青木君、市少佐、李志群主任及黄局长组成临时特别侦查委员会，针对黄金劫案以及猎鹰暗杀队展开全市范围的侦查和围追堵截。这个案子由李主任全权负责，市少佐为总监督，协助破案，并将情况随时向我汇报。是。李桑，我知道你在上海帮会根基很深，因此你要对帮会人物善加利用，让他们提供线索。我明白了。猎鹰暗杀队已经成为我们的切肤之痛，此次要不惜一切代价消灭他们。是。
我已经安排好了，请诸位随我到华德路勘察现场吧。请莫长官，请。青木长官，车队就是在这里遇到最后袭击的，是吗？是的，车队行驶到这里，马路右侧突然发生了爆炸，气浪掀翻了我和中村乘坐的轿车。当我从轿车中爬出来，铁甲车已经不见了。王局长，去叫目击证人过来。是。请莫长官。好，你看，这是铁甲车的尸体痕迹。没错。你看这儿，从现场的状况来看，最后一击发生在咖啡馆门前。威力强大的炸弹被放置在街边的黄包车内，袭击者坐在咖啡馆中引爆了炸弹。炸弹爆炸后，吉姆的轿车被掀翻，而铁甲车则继续前进。向前开了大约100米，车内再次发生爆炸。司机和士兵跑出车外，而袭击者从咖啡馆出来，杀死3人后将铁甲车开走。整个袭击策划的周密精确，行动干净果断，绝不拖泥带水。由此可以断定，袭击者就是我们的老对手猎鹰暗杀队。这点可以确定。我想，咖啡馆内肯定有些我们需要的东西。李主任，这就是目击者，叫陈阿才。此人是咖啡馆旁边摊档的小老板，他亲眼目睹了袭击的过程。带上来，快走。你看到了袭击的全过程？是啊，哎呀，不得了了！当时我就在街旁边摆摊子，不远处的黄包车轰的一下就炸开了，把街道上的轿车掀翻在地上，翻了好几个滚儿。后面的铁甲车继续向前跑，可没跑了多远，铁甲车里面冒了青烟，几个太君跑了出来。就在这时候，从清雅咖啡馆里窜出一个男人，开枪打死了太君，然后就开车跑掉了。その長官を撃った男の特徴を聞くんだ。袭击者长什么样子？没看清脸，只看清后背，是个穿黑色大衣的瘦高个子。黑色大衣瘦高个，穿黑色大衣的瘦高个。师姐，你怎么了？丽萨，你还记得吗？我们认识一个穿着黑色大衣的瘦高个。哦，是谁？啊，你指的是青木的朋友燕先生。仅凭目击者的描述无凭无据，是不是太牵强了？穿黑色大衣的瘦高个男人，在上海没有5万也有2万。可这些穿黑色大衣的瘦高个，又有几个像燕双鹰那样武艺高强呢？这个范围就小得多了。施先生的意思是？それは後のことだ。他に何を見たか
聞いてくれ。你还看到了什么？还有在袭击发生前，我看到那个瘦高个的男人与咖啡馆的女老板一前一后的走进了咖啡馆。是啊，我亲眼看到。喫茶店の女将の名前は？咖啡馆的女老板叫什么名字？这个我就不清楚了。李さん、すぐにその女将を探し出してほしい。はい。还有什么？别的就没有了。哎，先生，我的摊子都被震坏了，你们要赔我呀？去！喂，你们得赔我摊子，我摊子都震坏了，我这小本生意。是。都给我站住！任何人不准触碰屋内的东西。是。看看会有什么收获。有什么发现？看看这个，这是什么？引爆器，在这张桌下找到的。攻击发生前，袭击者就坐在这张桌前。从引爆器的位置可以证实这一点。而且在与这间咖啡馆的女老板闲聊。你怎么可以断定这一点？看看这两个杯子，一只是咖啡馆供客人用的套杯，吧台后面有很多，而这只找遍整个咖啡厅没有发现第二个。那么这个说明了什么？这就说明这只杯子是咖啡馆老板自己使用的，因此才会与众不同。非常正确，而且这只杯子一看就是女人用的。刚才目击者也说过，这间咖啡馆的老板正是女人。你的意思是，袭击者与咖啡馆的老板相识？没错，从杯中的咖啡就能够证明这一点。袭击者杯中的咖啡喝了一半，而老板的却只喝了一点点。这说明这位老板只是端着做样子，其实是特意与坐在这里的袭击者聊天。铁甲车开到后，袭击者起爆炸弹，然后冲出门去。老板来不及收拾东西，便匆匆离去。有道理，有道理。李桑，我看不要等警察局的消息了，他们的动作比蜗牛还要慢，还是由你亲自指挥，尽快查出咖啡馆老板的身份和住址。你放心，我立刻去办。这里派人留守，一旦老板回来，立刻抓捕。是，走吧。好。袭击者实在是太可恶。袁田长官，请你下令撤去街道上的封锁。是。李桑，你想说什么？有句话，不知当说不当说。你尽管说。来，昨天夜里，
我监督76号第4小组，在日控区与法租界的交界处盘查。大约是夜里11点左右，我看到了青木弘一。青木？是。青木到法租界去做什么？这个就不太清楚了。当时青木坐在前面的轿车中，后面还跟着一辆卡车。你能肯定是青木吗？少侠的特务上前检查证件，司机递出青木弘一的教官证。我觉得非常奇怪，就走进车旁。由于当时天色太黑，我没有看到青木的脸，但却看到他手中的指挥刀，上面镌着天皇的名字。你知道，在日本军队中，只有将衔的军官才有资格佩戴天皇镌字的指挥刀。一点不错。青木来的方向是哪里？是在日控区与法租界的交界处烂泥帮。烂泥帮是什么？烂泥帮是个小码头，控制在青帮大字辈大哥烂脚炳根的手中。在此之前，烂泥帮附近经常有不法之徒私运枪支和烟土。有这样的事？是。他们的枪支是从哪里来的？听说是从停泊在吴淞口外的美国军舰上买来的，再经水路运到烂泥帮。看起来你已经想到了袭击者武器的来源了，对不对？是的，我怀疑跟在青木轿车后面的卡车上装载着武器，否则青木作为海军陆战队的将军，深夜跑到日法交界的烂泥帮去做什么？这太不可思议了。你的意思是说，发动袭击的是青木？海军陆战队的军火库中，轻重武器以及炸药、手榴弹堆积如山。如果袭击者是青木，他有什么必要到烂泥帮去搞枪支？海军陆战队军火库中的枪械都有严格的编号和登记，拿着这些枪去抢劫，无异于将自己的身份告诉调查者。青木虽然与陆军积怨很深，但他毕竟是日本的高级军官，绝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刚才我们提到青木的朋友叶双英。是的。劫案发生前的夜里，你在烂泥帮看到了青木。劫案发生的当天，目击者在咖啡馆外看到了穿黑色大衣的瘦高个，而叶双英便经常穿着黑色大衣。这难道会是巧合吗？是不是太牵强了？至少可以去会会这个叶双英。我们要到哪里去？清雅咖啡馆。清雅咖啡馆？那不是黄金被劫的地方？为什么要到那里去？怎么了，青木君？干嘛要这么看着我？燕君，我送给你的将官服和天皇绢字的指挥刀在哪里？就锁在我的柜子里。怎么会问起这个？前天夜里，也就是黄金抢劫案发生的前一天，有人在烂泥帮交界处看到了一个身穿海军将官服、手拄天皇绢字指挥刀的人坐在轿车里。看到的人都以为是我，可我那天根本就没有离开过大本营。于是，你怀疑我？燕君，你我之间的友谊甚笃，我相信你。你也最好不要欺骗我，更不要拿我对你的信任去作奸犯科。
否则我一定会让你后悔自己所做的。一切让事实说话。特使阁下，我们来了。非常好。是你，就是你，太君，劫持铁甲车的歹徒，就是这个人。燕军，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你认识我吗？你就是劫持太君黄金的歹徒，就是你。你这样说，一定看到了我是吗？不错，我亲眼看到你从清雅咖啡馆里冲出来，开枪打死了3个太君，然后开着铁甲车跑掉了。你亲眼看见？是的，我亲眼看到的。你看到了我的脸？看到了。诸位听到了，他说他亲眼看到我抢劫黄金。是的，我们听到，而且听得非常清楚。袁先生，事到如今你就不要再演戏了。你就是猎鹰暗杀队的领袖。如果有人真的看到我抢劫黄金，施先生和李主任昨天夜里还用得着跑到皇朝歌舞厅去炸我吗？昨夜二位没从我那儿得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因此今天又想出了这样一条妙计。哼，真是了不起！我感到很奇怪，二位为什么一定要将抢劫黄金的歹徒这一身份安在我燕某的头上？难道就因为我是青木将军的好朋友？燕军，不要说那么多没用的话。有人亲眼看到你劫持黄金，这还能有假吗？你要怎么解释啊？那么，我是不是可以亲自问一问这位亲眼看到我抢劫黄金的人？当然可以。抢劫发生时你在哪里？我就躲在那边的摊档下面。好，请诸位随我来。跟我说说，你当时躲在哪里？我当时就躲在这里。你在撒谎是吗？我没有，我就是看见你了。请大家站在这里，面向清雅咖啡馆。抢劫发生在清雅咖啡馆右侧的华德路主路上，我说的没错吧？没错。如果我是抢劫黄金的歹徒，会怎么冲出大门呢？我给大家表演一下。站在这里的诸位，有谁看到我的脸了？请举手。我看到了，我看到了。闭嘴！刚刚你们所处的位置根本无法看清咖啡馆门前的全貌。此人即使看到了袭击者，也不过是看到一个模模糊糊的背影，而不可能看到袭击者的正脸。现在诸位是站直身体平对咖啡馆，都没有看清我的脸。爆炸发生时，此人躲在摊档下，又怎么可能看得比诸位还清楚呢？你刚刚说
看到了我的脸，对吗？我，你什么？我看到了你的背影。既然只是看到了背影，你为什么要那么确定的指认我？你为什么要撒谎说看到了我的脸啊？为什么？说！太君饶命，是他让我说的。你胡说！谁让你说的？是谁？真是他！昨天夜里，他拿了这位先生的照片给我看，要我尽早指认他。你王八蛋！我宰了你！太君饶命！嘿，饶命！怎么？杀人灭口吗？青木长官，他在诬陷我。诬陷你？哼，这里的确是有人在诬陷，但不是陈阿才。这里也的确有人被诬陷，当然这个人也不是你，而是我的朋友燕君。你这个混蛋，竟敢诬陷燕先生，真是死有余辜！太君饶命啊！饶命啊！太君，饶命啊！阁上阁下，青木君，你们都看到了，这完全是有预谋的陷害，对此我表示非常愤慨。燕某对大日本帝国一向亲善友好，却遭到如此不公正的待遇，我无话可说，告辞了。燕君，请留步。得势阁下，还有事吗？燕君，这是个误会，对不起。这样的误会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因此我很怀疑“误会”这个字是不是准确。但既然特使阁下这样说了，我还能说什么呢？好吧，我接受。燕君，你是个通情达理的人，你们在今后的调查过程中要严格审查，证人的供词不可草率行事，绝不能再发生类似今天这样的事情。是。燕君，你原谅了他们，我没有。这是针对海军、针对我青木的又一次阴谋，性质极其恶劣。我要到金田长官那里去告他们。燕君，我们走。想说服我相信燕双鹰是抢劫黄金的歹徒，但事实证明你们错了。今后绝不可再这样鲁莽行事。燕双鹰是小，但是海军和陆军的关系是大，懂了吗？是。请验货。好，师兄，黄金的成色非常好，没有问题。也该让我看看你的货色了吧？那是当然。请。没有问题。既然如此，今夜10点在租界北端的洋泾浜码头进行交易。好，就这样定了。今夜10点，洋泾浜码头，不见不散。好，小弟恭候师兄光临。我告辞了。请。
慢走。李主任，你看看这是不是被劫的黄金呢？不错，这正是被劫的黄金。真的是啊，这一点绝对可以肯定。现在看来，我的师兄马庆云与猎鹰暗杀队的关系非常密切，否则猎鹰暗杀队劫来的黄金怎么会委托他来出手？我早就听说马庆云投靠了军统，看样子果然是真的。猎鹰暗杀队的末日就要到了。李主任，马庆云虽然是军统特工，但毕竟是我的师兄。青帮注重义气二字，最忌讳的就是出卖同门兄弟。一旦此事传扬出去，我李楚雄在上海滩便无法做人，今后也不可能再替李主任和日本人办事了。你究竟想说什么？我想说，今天夜里，能不能等交易结束，我率人押黄金离开洋金帮后，你们再动手抓人？只要我本人不在场，事情便好说得多。你放心，今夜的行动不光是抢回被劫的黄金，最重要的是跟踪马庆云，找到猎鹰暗杀队的下落。因此，我们会顺藤摸瓜，找到他们的老巢再动手。这才是两全其美。有人吗？马先生。哎呦，是您啊，马先生。你们老板呢？他不在，出去了。那雅叔和小江他们呢？哎，真不巧，他们也都出去了。都出去了。你把2层贵宾室打开，我在那里等他。对不起，马先生，我没有贵宾室的钥匙。老马，哎呀，你总算回来了。上去说吧。你到哪里去了？哦，我出去办点事。哎，为什么其他队员也都不在？哼，看你这副高兴的样子，与李楚雄的交易一定进行得非常顺利吧？这样，
看看吧。这些法币没有问题。我早就说过，对我老马来说，这点小事手到擒来，怎么可能出问题？正式交易什么时候开始？今晚9点，在洋泾浜码头。双英，黄金在什么地方？老马，下午4点，你到吴淞区的漕河泾钢厂等我。漕河泾钢厂，那是一座很大的钢铁厂，在当地非常有名。8.13事变中被日本人炸毁，现在已经废弃。好，下午4点在漕河泾钢厂，不见不散。好。喂，你说什么？特使阁下，施先生，我想解决猎鹰暗杀队，可能就在今天晚上。我通过青帮头子李楚雄找到了被劫的黄金。不错，这正是被劫的黄金啊！是。你刚刚说到李楚雄，他不就是替我们用假币掏过黄金的那个青帮童子辈的流氓吗？正是。劫金案发生后，我动用了上海滩所有帮会的关系，要他们替我明察暗访，看看是否有人暗中兑换黄金。果然，昨天一个叫马庆云的人找到了李楚雄。马庆云是什么人？此人是李楚雄的师兄，以前也是青帮中人，后来投靠了军统。昨晚他找到李楚雄，说有一批黄金要出售。李楚雄闻讯后，立刻将我请了过去。查验之下，就是这批被劫的黄金。好极了，世军，你立刻调动宪兵队和陆军，与李桑共同行动，一定要把猎鹰暗杀队把他们一网打尽。是。交易地点在租界的洋泾浜码头，皇军宪兵是进不去的。李桑，可以动用黑龙会运76号共同行动。好，那就可保万无一失了。猎鹰暗杀队猖狂不了几天了，我们要尽快找到天国宝藏。是。黄金在车上，你检查一下。我说为什么队员都不在舞厅？原来是守在这里。哎，对了，怎么没有看到郑雅书？他另有安排。老马，今天晚上
小江跟你一起到杨京帮码头和李楚雄进行交易，我和其他队员在这里等待。交易完毕后，你们将换得的法币带回这里。好，就这么办。怎么样，师兄，货带来了吧？黄金1吨。钱呢？法币3亿分装在2辆车上。好，验货吧。好。师兄，成交。好。跟上。是。左转，向右才是回废钢厂的路啊！谁说我要回废钢厂了？和双英说好的，交易完毕之后回到漕河泾废钢厂啊。你这是干什么？我说过了，向左转，开到张家浜码头，否则我一枪打爆你的脑袋！
面走是什么地方？是张家浜码头方向。啊，他们要上船，到了码头就不好跟踪了。我看，动手吧。是张家浜码头方向。啊，他们要上船，到了码头就不好跟踪了。我看，动手吧。不，这辆车上只有几个人，我看他们不是猎鹰暗杀队的核心成员，所以绝不能打草惊蛇。那现在怎么办？张家浜码头是通向哪里的？通往港岔区。张家浜前头还有曹家浜、华家浜码头，而后就进入黄浦江了。我们立刻掉头赶在前面，到曹家浜等他们。掉头。是。明哥。太君，我有特高课开的通行证。好行。是。是做什么的？我们的东洋商行的，与太君亲善亲善。亲善？我看不见的吧？有人举报，你的卡车上装满了黄金。太君，我这里有特高课开的通行证。哼！你是在用陆军来威胁我吗？我不是那意思。给我仔细搜！请听我向你解释。不需要解释，你们就是劫持黄金的歹徒。太君，太君，带走！太君，误会，太君，太君，太君，回总部。下车。汤，快，将车上的箱子装船。是。马庆元，你想携款潜逃啊？说的对极了。
你以为我真想给重庆那帮大佬们卖这个不值钱的命？别的都是假的，只有钱是真的。我一直在等待这样一个机会，现在终于来了。你能想象吗？3亿法币，我的天哪！有了这些钱，我能把整个上海都买下来，啊！哈哈。难道你加入军统时所说的誓词都是假的？哼！难道你就为了这些钱，就背叛了自己的信仰？哎呦，什么誓词信仰，都是骗人的把戏。傻小子，你以为在重庆那些大佬在做什么？你以为他们真的想抗日？实话告诉你，这些人天天搂着美女进出豪华的酒楼和舞场。你没听说过一句话吗？啊，叫前方吃紧，后方紧吃。我早就看透了，他们让我们替他们卖命，其实自己在变着法儿的与日本人讲和。可你是军统上海区区长，猎鹰暗杀队是你一手组建的，难道你就不顾同袍之意，一走了之？你这是无耻的背叛呢！你，反正你们从来没有喜欢过我，燕双鹰才是你们的偶像，不是吗？回去告诉他，从现在开始，他就可以为所欲为了啊！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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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再见，傻小子！哈哈哈哈哈！看到了吧？这里就是钢厂的冷凝炉机组，机组下面有能容纳2人并肩奔跑的管道。伯爵，我还是不明白，你究竟要做什么？喂，是我是马青云。今晚10点，漕河泾废钢厂。好，局长怎么样？漕河泾废钢厂是谁？马庆云。什么？还真是他？他什么呀？你要唱还是怎么着？我是觉得……行了，闭嘴吧。伯爵，马青云打电话来做什么？我早就说过，他一定会回来的。双英，你可真是有点神了。不但他一个人来，还给我们带来了意外的惊喜。是什么惊喜啊？刚刚你还在问我究竟要做什么，你们马上就会明白，好戏就要开锣了。你们来。
报告李主任和石先生。别动！快蹲下！你蹲下！看你那天得意的样子，好像马上就要去做大富翁了，怎么又回来了？叶双英呢？别着急，你马上就要见到他。怎么说的？出了点事。这个时候给我打电话，需要很大的勇气。让我猜一猜，出了什么事了？我们你不会告诉我，用1吨黄金换到的3亿法币是假钞吧？是的，你说对了。为了钱，你背叛组织，出卖同袍，最后呢，得到的是一堆废纸。哼，感觉怎么样？心情是不是好极了？你早就知道事情会演变成这样，早就知道李楚雄付给我的是假币，可我却不知道，作为军统上海区的区长，戴老板的红人，昨天还在信誓旦旦的要抗日救国的马庆云，竟然会携款潜逃。好了，不要说那些没用的。重庆那些大佬给了我什么？我凭什么真心给他们卖命啊？什么抗日救国，说的比唱的还好听。其实那些人巴不得跟日本人讲和呢，只是碍着老美老英盯得紧，老百姓的眼睛又看着，他们不敢明目张胆罢了。像咱们这样，天天出生入死，干好了博主子一笑，干不好头上悬着上房剑，上边随便派个人问责调回，搞不好就被自己人给执行了。前些日子2区第3行动组组长不就是这样吗？不过是跟76号的人吃了个饭，晚上回去就被干掉了。你还没看出来啊？这年头什么都是假的，只有钱才是真的。拿了那么多钱，不跑才是傻瓜呢。你不会是因为被上峰侦讯，这才要携款潜逃吧？哪有这回事啊？好了，说正经的吧。晚上我见过李楚雄，给了他2条路，要么还钱，要么退货。可李楚雄仗着日本人的事不把我放在眼里，公然抵赖，还叫嚣着要想跟他耍狠，他随时恭候。你说该怎么办？你想怎么办？策划一次行动，干掉他。你笑什么？你现在说话像个没事的人，好像自己还是上海区的区长，向我分派任务。从你背叛组织、携款潜逃的那一天起，就失去了说这样话的权利，听懂了吗？
太监，太君，李主任，你们来了，情况怎么样？没有人出来，他们还在里面。重进广场，包围大车间。上！有件事应该让你知道，黄金已经在昨天夜里再一次回到我的手里。什么？你把黄金夺回来了？是的。你是怎么做到的？这一点你不需要知道，你也没有权利知道。至于李楚雄，你就更不用操心了。你现在应该做的，是要好好的想一想，自己该怎么办。你想把我怎么样？对于你这种贩卖组织、贩卖同志的做法，我还能怎么办？只有将你交给重庆的特派员，请他们将你带回大后方，面交戴老板处置。一失足成千古恨，能不能再给我次机会？我给过你机会，还记得吗？就在前天，我将1吨黄金交给了你，你是怎么报答我对你的信任的？不，你不会再有机会了。伯爵，伯爵，日本人把这里包围了。什么？日本人怎么找到这里的？有内奸？没什么大惊小怪的，他们是跟着你来的。他们一定是躲起来了。太君，李主任，搜吧。他们就在这里，仔细搜查。亚叔，把他们押到车上去。好，走。跟我来。你们来看，他们是从这里逃走的，追吧！
下面是一个通道，直通钢厂后院。他们一定是从这里跑了，追！哎，你率人去追，我和李楚雄守在这里，以防万一。好，走。日本人不是你亲爹，替他们卖命要有点分寸，否则命不会太长的。是。还有活人吗？还有人活着吗？还有人吗？还有人活着吗？还有活人吗？快来人呐！来人呐！快！科长在这儿！快！科长！
特使阁下，我们中了猎鹰暗杀队的埋伏，是我们无能。哼！可你们对我说的话难道忘了吗？一切已在掌握之中，今天夜里就能够彻底解决猎鹰暗杀队。是我们将事情想得太简单了。现在看起来，从售卖黄金、码头交易、青木出现，直到跟踪马庆云，都是猎鹰暗杀队预先设计好的阴谋。他们利用我们急于求成的心理，引诱我们上钩。一次次承诺，却一次次失败，你们的表现实在是令人失望，我无话可说了。特使阁下，请放心，我们一定尽快解决猎鹰暗杀队。这样的话我已经听了很多遍，希望这是最后一次。这一次，我们绝不辱命。海军和陆军的纠纷现在已经闹得不可开交，如果再不赶快解决的话，很可能会引发致命的后果。因此，陆军司令部山崎上将派遣了负责假钞事宜的陆军中将宫本庆隆阁下，3天后由北平启程，秘密前往上海，然后和今天禁止讨论有关假钞的问题，寻求解决的办法。在此期间，除了要加紧抓捕猎鹰暗杀队，更要严密保护假钞印制厂，绝不能再出任何乱子。是。